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今天这是最后一次拍这个车了。那么这个车，卖掉了。今天，马上就会来提车啊。怎么说呢？这辆车放在怎么说拍卖上面，然后被人拍走了，对吧？这个的话，价格的话还是比较满意的。基本上。比外面的收的要贵了很多，然后比自己的心理价位也要稍微高一点，那么这辆车就直接卖掉了。之后我会放一些，比如说怎么把车卖掉的。如果在日本的小伙伴的话，真的没有必要把这个车卖给那些二手的公司、收车的公司，只要自己卖就可以了。这个可比卖给其他的收车的二手公司要厉害的多了，这个钱。外面这个真是太坑了。那么 OK， 之后再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怎么卖呗。这个视频可能在国内的小伙伴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不过在日本的小伙伴的话，这个视频应该还是挺有用的，因为大家换车什么的话都能用到这个方法。画面一变，现在好了，我就只有这一辆车了，一下子从1000cc 掉到了125cc。人家说，你的车多少 cc 啊？当时昂首挺胸的跟别人说我的车1000cc，仿赛，公升级的仿赛。现在人家说，这个车这么大一辆车多少 cc 啊？大概有个600多 cc、700cc 吧。只能跟他说，125cc，只有一个小的粉红色的牌照。粉红色的牌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边的话，125cc。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小排量的车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成国内的轻骑它就是一个粉色的牌照那么关于这次为什么我把车卖掉了呢？是因为这次我一直放在我这边的雅虎的一个拍卖上面卖着，有人他想要，然后就直接买掉了。我设定的价格还是挺高的，300万。300万吧，300万日元，这样的话就是15万人民币左右。他就直接买掉了。当然了，我是300万到360万的，然后只有他一个人买了，所以到最终，时间到的时候是300万，300万都买掉了。那么我为什么要放在雅虎的这个上面卖呢？就是因为如果在这边比如说你卖到这个地方去。买到这样的几个收中古车的，就收二手车的公司的话，那么大概就只有在220万日元，就是11万人民币左右。然后如果你卖给雅虎这边，比如说我自己设定的价格，有人想要我这辆车，因为我这辆车毕竟改装了这么多的地方，它就可以有这么多的价格，300万，这样中间的差价就是有80万。日元，也就是差了4万人民币，也就是可以买一辆小排量的车，相当于这一辆车比这辆车还要贵。我这辆车只有多少？让我想想，只有2万块钱人民币不到的样子。对，正好2万块钱人民币这一辆车，可以买这个车，买2台这个车。所以呢，这个中间的差价还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次放在雅虎上面卖掉它了。那对吧？肯定有人会说在这样的地方卖给这样的，比如说在平台上面卖这样的车到时候在给他车的时候有什么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或者卖掉了之后对方会怎么样的？想想看，现在国内大家不都是这样在买卖吗？那在这边为什么就不能了吗？对吧？其实都是那些二手车行这边的二手车行这里给大家灌输的一个对于他们有利的一个思想了，就是说不卖给他们嘛，就会碰到一些什么情况或者乱七八糟怎么样的，确实是，但是这种东西还是很小概率的，只要你钱够，这些破事都不是问题，对吧？那么。基本上大概卖车的这个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有之后从这里开始之后往后面的这些时间这个视频只对在这边想要卖车的小伙伴有用。其他比如说你不想知道这些事情跟你无关的话，那就从这里就可以不用看了。
啊，首先啊，在雅虎上面的这个卖法或者是你比如说个人，然后你卖给朋友的这个卖法的话，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没有像那些二手车店里面说的这么的麻烦，哎，非常非常简单。两个人，比如说你要把你的车给你的朋友，你只需要你们两个人约好哪一天，你把车一起骑到路运局，就是车去登录的那个地方，两个人一起去，带好，它上面要求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到时候你在网上面能够查得到的，带好了这些东西，然后去填完表，当场你朋友当场他就可以把牌照给你做好，然后牌照做好，你朋友就可以当场把那个牌照换掉之后，骑了车你就走了。就那么简单。然后事实上比如说在雅虎上面你卖的话，有一个就是说你不能跟他约好时间同时到路运局去，所以呢你得先把你所有的材料邮寄给那个人，然后那个人先把名义先去变更掉了，做好牌照之后再来找你把车骑走。那车在你这里，然后钱在平台上面，所以你一点都不用担心他会跑人。他跑掉了之后，这钱还是在你这儿，钱要到你这里不说，车也在你这里，就是说你又有钱有车，所以一点都不用担心。他当然可以把钱撤走，但是他钱撤走不是说他自己就可以撤掉的，而是让你这边要问你这边的，你这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撤不撤掉这个钱。那反正就是他那边办好了所有的一些东西，然后拿着牌照来找你，然后当场把牌照换掉了之后，你让他把车骑走。那为什么先要你把东西全部寄给他，然后让他去登录呢？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你必须要让他把名义改成他的之后，然后再来骑你的车，不然的话，他如果名义没有改掉，然后骑了你的车出去，立刻出了个事情，出了个事故，或者违反了什么。那这个名义还是在你这里的，结果所有的那些责任都得你担，所以他必须要换好了名义，这辆车已经是属于他的了，证明这个车已经是他的，换成他的牌照，这个很重要，换成他的牌照，然后再让他骑走。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怎么说呢？这个是卖方需要承担的一个风险。那当然了，这个风险还是挺低的，因为钱在平台上面，车在你那里，他不管怎么样，他也不能把你的车骑走。到时候比如说他真的要怎么样，或者打官司或者找警察什么的，理都在你这边，这个车就是你的，所以一点都不用担心。反正整一个交易的过程都是相对还是比较安心的。那比如说他真的要来提车的时候，他得到你面前，那一看你就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问题不是很大。那么整一个车的交易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根本就没有在这边的二手车行的人说的这么的麻烦。比如说这个什么资料要准备的很难写或者怎么样，只有他们的那个能准备，都是骗人的。非常非常简单，这一整套手续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那填的那个单子就是写个姓名地址，没了，就写个那个车的号码，照着那个对吧？这个车买的时候的那一套材料照着抄就可以了，一点都不难的，5分钟搞定。所以嘛，大家在这边的小伙伴以后要卖车千万不要卖到二手车行里面去，你只要在雅虎上面卖掉。然后有些小伙伴会问我，雅虎上面不是有10%、8%的手续费吗？不是的，这次我经过这一次交易，我知道了，就是雅虎上面的手续费只有1980，1980还是2980，忘记了，待会儿我把这个东西发在这里。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手续费，所有的钱都是在你这里的，所以在雅虎上面有很多人卖摩托车，不然你想为什么雅虎上面会有这么多人卖摩托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其他的平台上面没有这个优惠，所以其他的平台上面卖摩托车的就不多。OK， 那么这一期的视频的话就到这里，也基本上就是跟小伙伴们推荐，就是说以后卖摩托车千万不要卖到二手，那么让他们去赚那个差价。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值得，我们要卖摩托车的时候就自己去把它卖掉就可以了。
当然，你要买摩托车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有很多的，比如说你不知道这个车的话，有很多雷会踩，这样你买的话还是在店里面买会比较好。卖的话，你比如说你真的想要钱的时候，肯定是自己卖比较好。今天的话，那么这个视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把我的车卖掉了。那大家肯定会比较关心我之后会买什么样的车，对吧？暂时还没有决定。这车，先让我骑一段时间。现在不管是在城市通勤还是到哪里去，这车都非常好用。现在我已经爱不释手了。OK，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